大家好，我是秋平，我现在来到了福建这一块呢，离我老家比较近，刚刚要回去，路过这里就来看一看。今天来看一个悬崖上的建筑，也可以说是悬崖上的人家。最特别的是，这里一些建筑呢打破了世界吉尼斯纪录，这个就很好玩了。这里是在福建的泰宁，明显的可以看到环境是非常不错的，气候也很舒服，它是属于丹霞地貌。今天我们要看的建筑就在前方的绝壁上面，也可以说是在山洞里面，也可以称之为是悬空室。一般在这种大山里面呢，很容易存在悬空室的。在这里有一座，在附近呢还有一座更独特的，到时候我们去看一看。在这里的话，可以看到这些建筑确实是非常惊险的。听说上面还有一人守护了10几年的时间。整个这附近呢都是丹霞地貌，算是开发了。这都是新修好的路啊！周末节假日来这种农村山区里面走一走，还是挺有意思的。前面呢有一片稻田，我们去走一下。我很久没有在这样完整的稻田里面走过了。小时候是经常在稻田里面干活的或者玩的。看到没有？这就是稻田收割完的场景，以前都是稻谷啊，这应该算是晚稻。以前放牛就是在这样的外面的，整个这一块还挺大的。那边还有一些房子，看起来像是农家乐或者民宿吧。我们今天看的主要建筑就在这个崖壁上面的，这里有那种悬空栈道一样的，现在走上去看看。从这边开始上山了，不是很高啊，半个小时应该是可以到的。歇心亭就可能是让大家在这里休息的，一步步往上走。今天呢，我给大家拍的不一样的。以前我们基本上是讲解，那今天这个视频呢，讲解可能偏少，到了上面呢，主要是让大家欣赏。丹霞地貌有很多天然的洞穴，这可能就是丹霞地貌的特点。这边高度还好，50、60米，不算是太高。有一些游客已经参观完了，正在准备下山了，应该是一家人。这都是在崖壁上面开凿的一条道路啊。这边好多山洞啊，感觉很多都有人生活过的痕迹。前面的道路就比较有意思了。这一块也是天然的，只是后面加了栏杆。早期的话是这种木头的，后面改了一下，这种水泥的肯定比木头安全的。现在我们走的是一条通道，有栏杆，有台阶，是经过修整的。
那实际原本这里啊，和现在看到的差不多，只少了一些栏杆和这些台阶。它本身是叫做典型的丹霞地貌，这个岩槽也是大自然自然形成的，我们也可以称之它是山洞，只不过呢，它有一个专门的名字而已。整个这个岩槽呢，长度达到241.3米，它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评为中国最长的丹霞岩槽，确实挺长的，看起来有点像是悬崖栈道，其实呢，它是在一个凹槽里面行走，这种场面还是比较少的，和悬崖栈道有着天壤之别啊。这种建设的话就好很多了，也没有悬崖栈道那么危险。这个洞穴不是太高啊，都能碰到头。这栏杆应该也是几十年前弄的，这些呢可能是近些年弄的。反正我们也称之为是洞穴了，里面还是挺宽敞的。这就是在悬崖边上行走啊，前方很多人参观完了都已经下山了。这一边摆放了特别多树枝，这算是一种祈福。刚才我们在山脚下面看到一些树枝，那在这里就看到更多。这主要是一种祈福的方式，就是说你摆放在这里，就是说自己的腰不会疼，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这里走要小心的，和刚才一样，弄不好就会碰到头。在这边还看到一个大的洞穴，这里叫做石锅，也是自然现象造成的，真的像一个道阔的石锅一样，很有意思啊。这里还有一辆衣架，这应该是有人在这里生活的，刚好这里靠近阳光，就拿过来晒衣服了。这边还有人打坐，应该是在这里修行。现在有，估计以前也有啊。这个栈道，这个岩槽我们就走完了，现在去看一下那些建筑。前方有一条像水渠一样的，这完全是人工开凿的，应该是在石头里面开凿出来的，估计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挺深的啊。哦，这里已经有洞穴，有房子了。释迦牟尼和菩萨，应该是文殊和普贤。这个地方叫李家岩，是泰宁8景之一，算起来呢是一座寺庙，到现在
大概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它最早期的话，算是一个人的隐居之地、学习之地，是明朝天启时期当时的兵部尚书在年少的时候就来到这个山上进行隐居、进行学习，最后呢是考取了功名。那后来就有很多人来这里，可能是沾沾他的财气或者是运气，再后来呢就慢慢的变成了寺庙了。大概是明末清初的时候就已经有寺庙存在了。我们这样看，这些寺庙还是挺惊险的，有点跟悬空寺类似啊，也算是吊脚楼的那种建筑。这一块建筑就是我们刚刚走的地方，入口就是在这一块。这还是用黄泥砖弄的墙壁，历史肯定也是比较悠久了。我们别说几百年，几十年肯定有的。那整个这一块几百年的建筑应该是已经损毁了，大部分呢是后面建造的。这里还分为上下2层，我们刚刚走的下面一层，上面一层现在可能上不去了。这也是劳动人民的智慧啊，在山体里面建造房屋。那前方我们看到这个大的建筑是这一块的主建筑大雄宝殿，这里弄的还是重檐歇山顶的形式啊。我们先去大殿里面看一看。这边还有大的厨房可以做饭，可能是碰到重大节日，你像2月19吧，这里可能就有很多人来，可能会在这里吃斋饭。这都是你修的，上面那个木头。航拍看得比较明显一点，这是一栋2层的吊脚楼，看起来是没修多久的。这边算是一个休息平台了。这应该是一个交通工具，算是拉货的索道、轨道。我们刚才看这些建筑都比较新，那么那些材料就是通过这个交通工具从山脚下把它运上来的。包括我们在一些果园呢也能看到，就靠这个运输
相当于是一种索道形式了。这边算是一个喝茶的地方，也可以说是赏景的地方。轨道是从这里一直延伸到山脚下面。我在这里参观的时候碰到一位师傅，他刚好在这里吃中午饭，也跟他聊了一下。他一个人在这里大概是修行了10几年，这上面的很多建筑啊，都是他组织建立起来的，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吊脚楼，还有其他的一些建筑，都是他弄的。他说现在这里呢，就剩下他一个人值守。可能是因为这里面积不大，建筑不多的原因。这是一种生产工具，我们之前在其他地方看过，碾碎东西的。这个如果是原本就保留下来，那历史时间应该是很长的。这是风车，看这些工具，我感觉以前应该是有人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我来这里的时候还是周末，来参观的人也不是很多，可能是知道这个地方的人不是很多。从而这里呢，可以称之为是被遗忘的一个悬崖上的天堂。
之前的传统房屋，开始下山。这些就是运送物资的那个工具轨道，坐落在这个台阶上面。那这个地方就参观完了，我们最后通过航拍再向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地方的风景。